位小伙疯狂囤积500万枚5美分硬币，试图凭此效仿巴菲特，直接来个大赚特赚，一举实现财富自由。雍正王朝孙家成表示：“这题我熟啊，几百年前他就知道。”不得不说，小伙子就是有眼光。但是时过境迁，之前的老方法放到现在操作，还能实现一夜暴富吗？首先，咱们得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一枚5分硬币，它本质上是什么？它是75%的铜和25%的镍做成的，对吧？这就像你去金店买的不是一个金戒指的名头，而是实实在在的金子。好，关键来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因为国际市场上铜和镍涨价，导致这么一个硬币，你把它熔了当金属原料去卖，它能卖到6、7美分。注意了啊，重点来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小伙子去银行用5美分的纸币买到了一个价值6、7美分的金属块，这简直就是用街边小吃的价格买到了米其林餐厅的食材啊！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内在价值超过标价的东西？我反正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以前那些含银的老硬币，所以它大规模换硬币这个行为表面看很蠢，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超级原始的套利交易。说白了，就是利用信息差和价格差，低买高卖。只不过他买卖的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形态法定货币 vs 原材料。但如果故事只到这里，那顶多算是个有点小聪明的二道贩子。真正让我觉得这小子是个天才的地方，在于他这波操作相当于给自己买了一张稳赚不赔的彩票，或者说一个免费的保险。我来打个比方，你们一下就懂了。假如你看中一个包包，现在卖1万块，你觉得它以后会涨价，但又怕它跌价，怎么办呢？聪明的办法是，你跟店员说，我付100块定金，你给我保留一个权利，未来1年内我随时可以按1万块的原价买走它。如果包包涨到2万，你行使权利净赚9000；如果包包跌到5000，你大不了不要那100块定金了，去别处花5000买，里外里也只亏100块。看出来了吗？这就是风险不对称亏，最多亏100，赚可能赚9000。现在我们把逻辑套到硬币上，你会发现一模一样，而且更绝。如果铜业价格继续暴涨，硬币金属值涨到10美分，那他囤的硬币就是一座金矿，熔了卖，利润翻倍。这就好比包包涨了2万，他行权了，如果金属价格崩了，硬币里的金属只值1美分了，怎么办？普通人可能就跳楼了，但这个小伙子不会，因为他有一张无敌的底牌。这些硬币它永远是法定货币，永远值5美分，他根本不需要熔掉它们，他只需要把这些硬币原封不动的一车一车的拉回银行，银行必须按面值总共25万美元，一分不少地换回纸币给他，他的本金1分钱都不会少。他最大的成本是什么？是租仓库的钱、运硬币的邮费，还有他花的时间精力。这点成本就相当于我举例子里的那100块定金，是他为了博取巨大利润而付出的有限的保险费。所以他这哪是囤硬币，他这是用一点仓储运输的小钱给自己买了一个金属价格看涨、期权上涨空间，理论上是无限的下跌风险，却被法律货币面值给锁死了。这简直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对自己极度有利的赌局。讲到这儿，我真的有点佩服这小子了。当全世界都在第一层嘲笑他时，他已经在第2层布好了局。这种思维不就是巴菲特常说的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吗？当大家都觉得硬币只是5分钱时，他看到了它作为大宗商品的潜在价值。这种发现价值洼地的眼光才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投资心法，而不是真的去学他违法熔币。不过估计不知道这种赚钱的方法不是他的首创，巴菲特也使用过。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的巴菲特还不是现在这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而是一个眼光毒辣的年轻投资人。他当时盯上了什么东西？银元。那时候美国流通的很多硬币，比如25美分、50美分，里面可是实打实含有90%的白银，相当于你揣在兜里的零钱，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银子。巴菲特发现，因为当时白银市场价格低，这些硬币的金属价值已经快逼近，甚至要超过它的面值了。这场景熟不熟悉？跟凯尔发现的5分镍币金属值6分是不是一模一样？这就是经典的价格倒挂。巴菲特的判断非常犀利，美国政府绝不可能一直当这个冤大头，用价值更高的白银去铸造面值更低的硬币，这买卖迟早要停。于是他大手笔的买入白银，逻辑和后来收购银币是相通的。结果怎么样？历史给了完美的答案，白银价格上涨，硬币熔了比花掉更值钱，直接逼得美国政府在1965年修改法律，停止了高含银量硬币的铸造。巴菲特这波操作根本不是赌博，而是基于对规则和价值的深刻理解完成的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制度套利，利用系统规则本身的漏洞来赚钱。不过说来你可能不信，这也不是巴菲特的专属，而是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这件事，雍正王朝中的孙家成最有发言权。咋回事呢？
新铸的雍正通宝含铜量太高了，高到啥地步？把它熔了，做成铜壶、铜盆，卖出去的钱比它本身当钱花的面值还要高，这不就等于朝廷在发福利券吗？民间那些精明商人立马就发现了这个 bug， 开始疯狂回收铜钱，不是拿去花，而是直接扔进熔炉当原材料。这操作眼熟过，就跟现在美国那小伙囤5分镍币盼着涨价一模一样。结果呢，灾难性的市面上的好钱都被熔了，被藏起来了，反而见不着钱了，老百姓做的小买卖都困难，闹起了钱荒。更坑的是，税收体系也跟着崩盘。朝廷规定1两银子换2000文铜钱，可市场上根本换不到这个数，得2500文才行。最惨的是种地的老百姓，他们辛辛苦苦挣的是铜钱，但交税得按官方比例折算成银子，里外里被扒掉一层皮。这便宜让谁占了呢？就是那些能倒腾银钱的官吏。所以孙嘉诚蹦出来嚷嚷着要降低铜的含量，加铅进去。他这不是在瞎折腾，而是在下一盘大棋。他的核心目的就一个，我得让这铜钱不值钱到没人舍得去熔它，只有它作为货币的流通价值稳稳超过它作为铜块的材料价值，大家才会安心拿它来买卖东西，金融秩序才能恢复正常。你看，这就点到了货币的一个核心秘密，它的价值最终靠的是国家信用和公众共识在背后撑着，而不能真的让它变回一块单纯的金属。说到这儿，有朋友要问了，博主你讲了这么多，是不是怂恿我们也去银行换硬币啊？千万别！我第一个劝你冷静，因为在美国熔毁硬币是重罪，这路子根本不通。在美国有一条非常明确的法律，任何人不得出于牟利目的熔毁或出口1美分和5美分硬币，注意是白纸黑字的违法。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前面津津乐道的那个行权按钮把硬币熔了买金属，在法律上根本就是一个自爆按钮。一旦凯尔真的租个炉子把硬币给熔了，他面临的可不是赚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最高1万美元罚款和5年监禁的重罪。所以咱们得清醒一下，所谓的下跌风险锁死的是市场风险，但法律风险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可是一直悬在头顶的。他那个精妙的看涨期权在法律面前可能直接变成了一张监狱入场券的预约单，这下子是不是瞬间就从金融天才故事变成法治在线案例了？这时候你肯定会问，博主照你这么说，这小子不就是个铁憨憨，明知犯法还干？别急，这才是他最可能隐藏的真正意图。我个人分析，他压根就没想自己去熔这些硬币，他的格局可能更大，他赌的不是金属价格，而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他想复刻的正是巴菲特当年引发的历史，他要用这30吨硬币把自己变成一个活体广告，用最极端的方式向全美国喊话：大家快看啊，咱们的货币系统出 BUJ 了，铸币局每铸1枚5分钱就在亏钱。他的真正目的可能是逼着美国政府做出改变，要么宣布改变5分硬币的材质，比如用更便宜的钢来替代铜和镍，要么干脆让它逐步退出流通。一旦政府真的这么做了，那他手里这500万枚按照老配方铸造的硬币瞬间就变成了绝版收藏品，它们的价值将不再是5美分，也不再是6美分的金属价，而是取决于收藏市场的供需。那时候他根本不需要违法熔铸，只需要把整卷的原始硬币当作收藏品或者投资品卖给钱币收藏家或者金属交易商，就能合法地赚取差价。这就完美呼应了那句点睛之笔，当金属成分和成本出现倒挂，它就是收藏品了。他真正的聪明可能在于深刻理解了货币在不同情境下的价值转换魔术，所以看到最后觉得首先千万别模仿。且不说法律风险，光是储存30吨硬币的仓库成本、安保麻烦以及25万美元资金被长期占用的机会成本，对普通人来说就是无法承受的。这绝对是个神仙局，咱们凡人看看就好。其次，学习他的思考洞察力，他能看到硬币背后商品的属性，风险不对称思维，永远去寻找那种亏只能亏一点，赚可能赚很多的机会。对规则的理解，他甚至试图利用和影响规则这种思维方式，在我们选择工作、做生意甚至日常消费时都能用得上。比如发现一个被低估的人才，投资一项有潜力的技能，这本质上都是在寻找价值倒挂。凯尔用最直观、最戏剧性的方式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货币价值、风险和规则的 Masterclass 大师课，它精彩绝伦，但危险性极高。我们作为观众，最好的参与方式就是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然后带着这份启发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去，发现属于我们自己的合法合规的价值洼地。祝愿每个人都能够实现真正的财富自由，尽情的享受生活。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你觉得凯尔到底是天才还是赌徒？这次他能否直接暴富呢？你愿意花这么多功夫等待一个不确定的答案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吧。大家可以畅所欲言，